大家好，我是这节课的助教，我叫郑建武，我也是王峥老师的博士生。今天这2节课呢，由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深度单表学习，就是深度学习在表格数据上的一个应用，特别指的是一个单表格。主要是从这3方面开始讲。第一方面呢，主要是从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历史和深度学习和表格数据的一个关系。然后第2部分呢是在表格数据上的一个预处理部分，然后第3部分呢就是整个表格深度学习的一个网络架构。首先是深度学习，深度学习其实如果要说的话，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一个40年代到60年代，那会儿已经有人们已经对这个就是人大脑中的这个神经元已经有了一定的概念，所以当时也是有一些神经的模型，然后当时也有提出了一些就是感知机，现在的感知机和就是最原始的感知机，就什么都没有的很简单的那种。然后在那之后呢，就是1969年呢，有人呢写了一本书，它就叫感知机。然后这个感知机呢，它指出了最开始感知机这种模型的一些问题吧。然后比如说它当时那些模型比较浅，然后它不能正确的去比如说它可能很好去进行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分类，就是它可以这么分类。但是如果是遇到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如果这种的话，它其实最开始的那种感知机是无法去对这种情况进行分类的。这个其实问题也是后面的，就是深度网络、深度学习进入一个低谷的一个开始，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去很好的解决。然后后来在80年代到90年代呢，也是才有了我们现在的那个海量传播，也有了早期的一个 CNN 和RNN 这些东西。再到后来呢，06年也是新顿提出了这个深度智信网络，新顿去年也是得了诺奖。然后12年呢，在那个 ImageNet 那个比赛上，就是 AlexNet 这个模型呢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和其他的模型相比，它的领先非常的高，所以就是这个让深度学习再次回到了大家的一个视野里面。也就是从12年开始吧，感觉深度学习就重新又火了起来。然后从14年的这个 GAN，然后一直到17年的顺风嘛，再到后面的 BERT 和 GPT-3和 ChatGPT 大模型这些东西，大家就已经知道了。上面呢这些就是这3人呢都是可以说是深度学习之父吧，或者是先驱。他们在18年呢是一起获得了图灵奖，然后中间这位是那个辛顿呢，他也是去年得了诺奖，诺奖的物理学奖。好，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下什么是深度学习呢？深度学习它可以是一种学习的方式，也可以是一种获取数据的方式，再或者说它可以是一种自由的去组合数据的方式。深度学习里面比较一个核心的观点或者说看法，就是说我可以把一切东西都可以看成向量。你比如说一张图片，一个音频 MP3 这种格式的，一个视频或者是文字，甚至是这个围棋这种游戏，它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向量。而深度学习就可以把这个进行一个像搭积木一样、搭乐高那样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自由组合，然后因为它的模型往往来说它是比较深的，它可以一次慢慢的搭上去，所以这个就是深度学习。那么深度学习呢也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它可以在大规模数据集上表现得非常的好，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在
可以处理很多模态的东西，比如说视频，比如说刚刚说到那些一切可以变成向量的东西，它基本上都是可以处理的。另外呢，它可以减轻一些像这个特征工程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不再需要依靠人类去对这个特征进行一些处理，而是你可以完全的把一些特征可以原汁原味的给我，然后我经过我的一些处理进行得到这些。当然它也是一个端到端的模型，所以它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深度学习就是比较经典的 CNN 的例子。然后左边这张图呢是它的一个架构，它有很多层，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大概应该是有6层这个。然后它的核心呢是有一个卷积核不断的通过在这个图像上进行一个聚合邻居，聚合到一个里面，然后它是这样可以实现一个深度的，因为它可以一层一层的去聚合，我聚合完一层，我再对聚合的结果进行继续聚合。应该说这个叫过滤器，然后它可以有很多过滤器。然后就是 TNN 是什么 ？TNN 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我们在表格数据上应用这个深度学习。TNN 呢主要步骤大概有3步，比如说第一步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预处理，然后是一个神经网络的一个架构，就是它经过到这个有关网络里面进行一个学习，然后它推理出一个结果，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它的一个训练策略，就是这几部分它可以构成一个就是深度表格学习的一个框架。在 TNN 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挑战，主要是这4点，比如说第一个是一个低质量的数据，在表格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平时我们用的 Excel 如果你去发布一个想要收集一些数据的话，它有可能有些数据是缺失的，有些是瞎写的，有一些离群值这样子。那表格学习神经网络它也是不是很好处理的。第二点呢，就是它本身的一个数据在空间上的一个不规则性或者是比较复杂。这个比如说因为它的类型有很多，它能处理很多的异构数据。第3点呢，就是现在的 TNN 呢还是对最开始的预处理部分还是有一定的依赖的。然后第4点呢，它是就是我们如何去确定这个单个特征的一个重要性，因为你一个表有很多列，那么某一个列的一个重要性是如何去确定的？然后因为往往会有一个或者是几个列，它在这个整个的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远比其他的特征要重要很多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2部分，就是这个数据预处理部分。我们来先回顾一下，王老师在第1节课之前也说过，在传统的就是表格学习里面，浅层的学习里面，它也是有一些预处理部分，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空值的一个填充，然后分别对于一个分类的特征和一个连续的特征，它有不同的方法。再者还有一些像这种还原或者是这个规律化、标准化这种操作，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像这种错误值的一个回归。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在深度学习里面的这个预处理部分。第一点呢，就是一个数据转换。在深度学习里面呢，数据转换主要包括2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数值的一个转换。数值转换呢，你可以像这边，因为我们拿到的数据可能是里面包含一些文字，比如说像这个性别这一列的话，它可能有男性、女性，但是机器无法识别这是男性、女性，我只能看到数字，所以我们要在把这个数据进入到这个模型里面之前，我们要把它变成数字，比如说变成0和1，这个是吧？然后第2点呢，就是一个数据格式的转换。比如说，因为我们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可能用的是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库，像这种 Pandas 或者 NumPy 这种东西，得到的数据格式并不支持现在的一些
深度学习的一个平台所要求的数据格式，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格式也进行一个转换。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维度提升，因为我们你想一个表格里面它的一个维度一列的话，它就是一列数值，所以它的维度基本上都是1，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维度的提升，以更好的保留它本身的一个信息。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编码技术了，就是因为我是从低维到高维的一个过程。对，它可以保留更多的一个信息。它的方法呢，对于一个分类特征来说，就是比如说我分类男和女，这就是一种分类特征。这个分类特征呢，最简单的大家也都知道，就是 one-hot 这个操作。这个 one-hot 操作就是逐日编码，这个我也不多说了。然后就是一个连续特征，连续特征就是数值特征，比如说年龄1、2、3、4、5我都可以有，比如说分数1、2、3、4、5我都可以有，对吧？或者是温度这种东西都是连续特征。我们可以先看第一个的话就是PLE 方面，它是这个叫 P-SUS P-SUS Linear Encoding， 它的是可以把一个连续特征变成一个近似离散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可以看这种形式，如果把前面这个1变成0的话，其实和那个分类特征里面的那个 one-hot 编码它是比较类似的，而且它这个还可以保证一个连续特征的一个大小关系的。再接下来呢是这个周期函数的一个编码，它这个和后面的我们要讲的一个位置编码呢可能比较像，它就是通过三角函数的那个变动它的波长，然后去进行一个周期性的一个编码。下面我还给了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这个就是一个，假如我们说是一个连续特征，连续特征经过这3个不同的编码方式，可以得到不一样的编码结果。你们可以看这个主要关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PLE。PLE 的话，原来的特征的话是1.5和3.75，这样的话它的结果其实还是可以看出来这3个哪个最大，哪个最小，或者是哪个在中间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的。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第3部分，也是就是这2节课比较核心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刚刚也说了，一个 TNN 的话，其实就是把 DNN 深度学习网络，深度神经网络应用在这个表格数据上。那么这个应用在表格数据上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发掘一个表格的列与列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比如说像这里有一个体检表，对吧？体检表的话，比如说这个身高和体重它俩可以共同去表示一个体质的一个或者是体态的一个高级的一个特征，对吧？如果我们把这个第一行去抽取出来的话，就是然后然后把它输入到一个神经网络里面，然后像这个第一行的话，假设我们就是把这个原来的数据直接输进去，那么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低水平的一个特征，然后经过一个TNN， 然后中间可能会得到一些中等水平的一个特征，最后抽取出来的，比如说得到4个特征，就会得到一个更高维度的特征。那么我们 TNN 的目的就是去寻找这些关系，比如说这个体质。这个高维特征的话，就是和这个身高和体重有关系。TNN 的架构呢，主要是包含2部分，一个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列域编码，就是 column 和 encoding 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主干网络，就是 backbone 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列和 encoding 呢，它也可能是不需要的，有些层可能不需要，有些层需要，这个是比较自由的。之后呢，就是什么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column type 和 encoding 呢？它的一个主要过程就是把一个标量去再次转换到一个高维度的一个 embedding 下面。
我们刚刚其实在刚刚之前的那个预处理部分也讲了一个这样子的 encoding 过程，但是那个过程是不需要训练的，我只是简单的对它一个进行编码，就是从低维到高维。然后之后呢，但是在这一部分呢，我要把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往往是需要训练的，就可训练的一个外形函数。然后它这个位置呢，就和刚刚上一页这里，它是在这个主干网络之前的，一般是这个预处理之后的数据要经过这个 pre-encoding， 然后再经过一个 backbone 的一个这样一个流程。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 pre-encoding 呢？我们这里有一张表，我们可以看。是因为有一些很多它是有一些异构特征的，这个还是和它表格数据本身的一个性质有关系。你比如说这些后面两个的话，它可能都是一个数值特征，就是连续特征，然后前面的话可能像这个性别的话就是一个分类特征，在前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姓名可能是一个文本特征，就是它本身的特征属性类型也很多。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 pre-encoding， 把它变成一个后面 backbone 那个部分比较好识别、比较好训练、比较好学习的一个向量。如果我们直接把就是比如说直接把这个表输到这个后面的 backbone 里面，会出现哪些问题？可能就是我后面的模型很难去抽取出原来数据的一些这个隐藏的信息，比如说我直接把这个表输进去，其实输进去的是只有下面这个白色的部分，那么我们很难去让模型知道这个20它究竟代表的是年龄还是比如说分数，我可能只考了20分，对吧？它很难去分辨。另外一种呢，就是很难去捕获这个在特征之间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关系，比如说下面这种情况，就是下面假如有6个数据点吧，在一个数轴上。你前面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好捕捉的。你如果是这种特征的话，大家可以看出来，红色的就在那边，数轴另外一边，然后蓝色在另外一边。然后右边的话，如果是右边这种情况，你就不是很好去捕获它，就是这一类特征和最后的分类到底有什么关系。假如我们有一种技术可以把它这个特征空间变一下，或者是把它进行一个升维，我们就很有可能去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分类情况。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column time pre-encoding 做的事情。它主要做的是2种事情，一个是从低维到高维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特征空间的转换。然后这里给了一个例子，还是刚刚那6个数据点还是在数据上，这是一个1维特征。然后蓝色箭头呢，我们表示就是它第一个作用升维，然后第二个的话绿色箭头呢表示它一个转换的特征空间转换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这种情况，它可以通过把自己变成一个2维的特征，2维的特征的话，你变成这样是不是很好的划分这个分类啊？从中间分开。当然，如果现在是我有一个很混乱的一个2维特征，它本身就是2维的，那么我可以进行升维，也可以进行升维。升维之后，它其实从这里是可以也是很好划分的。当然也可以进行一个空间的转换，比如说还是2维到2维，但是它比如说把基换了，把基底换了，然后它可以变成一个更好分类的一个状态，就这个斜对角的一个状态。像这个 column time pre-encoding 呢，也有很多的优势，比如说它可以丰富一个我本身一个是1维的特征的话，就是一个标量的话，我可以给它添加一些语义信息，比如说可以和它添加一些它本身列名的一些信息，这也是有的。然后呢，它可以提高一个模型的容量。因为你在整个模型 backbone 之前是加了一层或者是一块内容，就是这块内容是一个可训练的一个函数，那么你这个模型的这个容量是提高了的，
而且假如你原来是一个一维的一个特征，那么你模型的最开始的那个参数肯定是1乘以多少，对不对？如果是你要把它变成一个高维，比如说把它变成10维的，那么它的模型开始的话就是一个10乘以多少多少。它也可以减少一定的这个数据的影响，因为它换了一些维度，可能是对噪声进行了降低。第4点呢，它是可以在后面的主干网络中呢，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特征交互，就是有利于后面的一个学习。接下来我们先介绍2种这个 content pre-encoding。第一个的话就是简单的一个 MLP， 就是一个线性层。你可以有一个或者是有多层这个 MLP， 然后你甚至是可以在其中2层 MLP 之间加一个这个激活函数这样的，添加一些这个非线性的部分。下面是一个例子啊，假如我现在有一类特征是这样的，然后我每一个特征都会经过这样的一个线性层，就是 WX 加 B 嘛，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要知道是这一列所有的特征都经过一个相同的这个 MLP， 就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征它乘起来的这个 W 是一样的，然后后面的这个 B 也是一样的。然后再后面呢是一个我看的就是一个查表的方法。这个查表的方法呢，就是在你这个系统里面，神经网络里面会维护一个这个可训练的一个空间表，就像下面这样，就右边这其实就是一个空间表。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把一个标量直接对应到一个向量，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有一个分类特征是0，那么我就是对应到0行。然后如果是2，我就对应到这个第2个这个向量上，我是直接进行一个一一对应的。这里需要注意的话是，因为这个方法本身是经常用在一个分类特征上，就是男或者女这样的特征上面，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进行转换的时候，比如说这里有一列，它的范围是0到4，那么后面又来一列，它的那个标量起始范围应该是5开始，而不是从0开始。因为我们要保证2列之间的语义是不同的，如果你2列不同的列都是从0开始的，那么你2列的0都会映射到这个相同的一个向量里面，那么这个是非常不有利于学习的，而且还会掩盖掉很多自己本身列的一些信息。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TN 的一个 backbone 的一个构造。主要是有3个大类吧，分别是这个基于数的，然后还有第2点是基于这个 transformer 的，第3个的话就是这个基于正则化的一些结构。其实王老师之前也讲过，现在的表格学习的话，其实很多都是浅层方法都是基于数去做的。为什么数的效果会好？就大家可以看下面的为什么会好？因为数可以更好的去拟合一个非常不规则的一个决策边界。你就像下面这个，假如这是一个二维平面上的一个平面，然后这样的话，数可以拟合这样非常不规则的这样一个直来直去的一个边界，非常锋利。但是你 MLP 的话，更多的是去拟合一个比较光滑的一个决策边界，就像是这样的。如果让它去拟合这样，如果是按这个光点这样走的话，它这个模型会非常的复杂，相对于那个决策树已经是很复杂了。这是因为它本身数据的还是表格数据自己的一个异构性。那么这一类方法呢，它主要核心的方法大概有2种，就是它是怎么利用数去构建自己的一个深度网络。第一点呢，就是让这个决策树进行可微分。可微分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反向传播，对吧？它可以去把那个决策树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集成，就是一棵树下面又连一棵树，它的叶子节点是它下一个的树。第2点的话，就是利用这个决策树它本身的一个流程应该是
通过它那个特征不断，就像下面这个，通过这个特征不断的进行一个分裂或者是长叶子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去用这个就是深度网络去模拟它这个过程，先进行特征选择，然后再进行一个阈值的一个选择。当然这个过程都是一个可训练的过程，包括我要先确定它的阈值到底是多少，然后确定我应该是哪一个特征的重要性更大一点，这样都是后面需要训练的。接下来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是 TimeNet 是这个是哪里的？啊，Triple AI 21上的。它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它也是观测到了之前的像这些ChatGPT 或者 JVM 这些方法呢，是要比现在的一些深度表格深度学习在这个表格上的结果是要好很多的，也就是数的方法还是要比这个 TNN 要好的。他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现在的这个 TNN 呢表现的要比那个不够好，是因为它比如说我们输进来一个表，我并不能确定哪些特征是重要的，哪些特征是不重要的，我只能一视同仁，我只能把所有的特征都作为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就是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第二点呢，就是他觉得是可能缺少一些像之前树的模型有一个决策的步骤，他觉得现在深度学习里面没有。然后第三点呢，是因为他觉得深度网络可能现在没有更多的一个可解释性，比如说它现在是一个黑盒，这个其实现在很多模型里还是存在的。下面是一个就是用这个深度神经网络去如何模拟它这个像决策树一样的分类过程。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特征是 x1 和 x2， 然后我们可以先通过一个掩码选出来，这个叫 feature selection， 叫掩码选择特征的过程。然后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是10，然后选择了那个特征 x1 的话，然后我们经过一个全连接层的这个 w 这个函数这个参数的话，选用的是c1和负 c1， 然后后面两个是0，然后它的那个偏置是负 ac1 和 ac1， 这样的话你把这个wx 刚刚选出来，应该这里选出来是 x1 0，然后和这个 w 相乘，再加上一个 b， 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要选两个？是因为有的特征你并不确定它的正负性，有的特征可能是负数，有的可能是正数。那么需要去通过这两个去判断一下，就是我这个特征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个阈值。阈值的话就是这个 a， 而这里面的 c1 其实后面是代表你这个特征本身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最后我是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个相加，就是它这个大于阈值的一个超过的一个程度进行一个相加，所以它这里 c1 是代表了一个特征的重要性，然后 a 相当于决策树里面那个阈值嘛，划分的阈值。然后后面这个 x2 特征也是一样的，同理经过这样一个mask， 然后经过一个 fc， 然后经过一个 remove， 最后输入相加起来。那么通过前面这一个，其实可以得到后面这样的一个决策边界，就是对于一个二维特征来说，可以得到一个就横竖。这个决策边界其实和决策树的部分其实是很像的。如果我们再添加一些，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再加一层，我们同样选择 x1， 掩码还是同样的。那么这个部分而不选择 a， 我们可以选择相同的 c1 而不选择 a。比如说我们选一个c， 也可以选一个 c。那么我们其实在这里还可以再分一块内容出来，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x1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划分边界嘛。然后这里其实还可以再划分一块。这就是整个用这个 DNA 的块去对这个执行这个决策树一样的分类过程。OK， 其实这个 TimeNet 这个模型的核心呢，主要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也是刚刚我们那个和树一样过程的
也说过了，就是这个特征选择，它的自己的话是用了一个注意力机制去进行一个自由的选择吧，自适应的一个选择过程。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模拟它那个输入刚刚那个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先看它这个整体的架构。整体的架构的话，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是你特征是从下面过来的，然后先经过一个规划，这个也不用看。然后上面经过一个特征处理，特征处理之后，这个 attention transformer 这块它是一个就是选择特征的一个过程，它要选择一个我本次想选择哪些特征，然后进行一个掩码，掩码之后再输入到后面的这个特征处理，然后进行一个划分，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划分会分出来一部分是给它就是下一步的一个特征选取提供一个信息，另一部分呢就是它自己的一个这一步第一步的一个决策结果，然后后面的过程也是同理，我接收上一步得到了一个注意信息，也就是说它上一步告诉我下一步应该选择哪些特征，然后进行一个掩码，然后进行一个处理，然后我再其实这里还可以分出去这个信息，然后上面是一个决策结果，最后把这个结果聚合起来，经过一个全面阶层。然后其实这些都没事，后面会讲。像这个的话是一个解释吧，比如说这是它整个流程，比如说我前面接收到了上一步拿回来的反馈，然后我要先进行一个特征选择，比如说这里我选择了这个1、2、3、4这4个特征，然后进行一个处理，处理之后我输出一些信息，输出出去就是刚刚的那个决策信息输出去，然后还有一部分信息我要输给下一次的这个特征选择，然后这个第二次的特征选择呢，我选择了这2个信息，然后我同样进行一个处理之后，我再把信息传回给这个决策信息传给下面，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信息传给下一步，因为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特征选择。它呢是刚刚也看到了，其实里面有一个掩码，它这个掩码是可以一个叫 mi 的话是表示一个第几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是通过一个主元素乘吧，这个应该是，就是 mi 直接乘上你那个特征向量，就是相当于是掩盖住了。然后它的一个公式的话，就是这个公式，它是用一个 p 乘以一个 hi 加上一个 ai 减1 ai 减1我们刚刚看到了，其实这一步我要对下一步产生一个信息的传递，就是刚刚从那个往上翻一下，就是这里上一步传给下一步这个 attentive 这个 transformer 这块的这个信息，就是那个刚刚的 ai 减1。然后呢，它过了一个 hi 的话是一个其实这里就是过了一个神经网络，就是一个 FC 或加上一个 Batinum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 pi 减1的话，其实是一个就是我要计算每一个特征的话，它前面用了哪些东西，就是因为它这个要保证所有的特征不能用太多数，不然因为我每一步都用相同的特征，那它这个模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要保证每一步用的特征尽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它加了一个这么个东西。这个伽马的话，它是表示放缩的参数，就表示每一个特征我最多可以用多少次，或者是用的程度是怎么样的。这个 SpaceMax 这个函数呢和 Softmax 其实是差不多的，它只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Softmax 的一个吸入版本，它只是在负1和这个1的区间上它是有记录的，后面记录全是0，所以它要尽可能让大于某些值，大于某个你确定的一个值的话，让它都是唯一的，后面的话它就不管了，就是最下面它这里也是0，不可能出现我所有的特征都会有一些贡献，就是它这个得到的结果，它里面是有0的。如果我是采用那个 Softmax， 它是不可能有0的，因为它是一个 e 的 x 次方。这个的是他刚刚说的那个 attentive transformer， 就是选择特征的一个过程。
这个 FC 呢 ，FC 和 norm 就是刚刚接受前面剩下的信息，然后这个 press scales 就是这个 pi，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只存在这部分里面的一个向量，它其实是个向量，然后它记载了就是我比如说10个特征，这10个特征我后面还能用多少次，或者是我后面用的程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个信息。它后面还加了一个，在审视函数那里还加了一个相当于是个正则化的东西，还加了一些乘法吧，就是它尽可能让每一步用的特征它之间都是不一样的。之后呢就是一个特征处理，特征处理部分呢，就是它从刚刚那个往下翻一下，这里就是这个feature transformer，从这里出来的情况，它应该是要分为2部分的。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这个 DI 的话就是我第i 次步骤的决策结果，然后 AI 就是我要传给下一个步骤的一个信息，然后这个 F 其实表示的就是这个整个这个 feature transformer 这块。然后这个整个最后的一个决策的 embedding 就是把这些都经过一个惹路，然后累加起来之后呢，再经过一个线性层，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决策头或者是预测头这样的一个信息。他最后还做了一个实验吧，他这个实验呢是把所有第 i 步，然后对于第 b 个样本，它最后到底用了哪些特征，或者是哪些特征比较重要，它最后进行了一个统计。这是它的一个聚合信息，它是根据你每一个就是演码，你演码演的特征越多，就是相当于我这次本步用到的特征越多，那么你这一步的结果应该是更重要的。最后它是在给出了2个数据集上的一个结果，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叫这个2号数据集上，其实用到的数据集很少，那个特征很少，它几乎只用到了就是2和6，就是中间这4个特征，其实后面的特征几乎都没有用，因为它演码表示的是我选择的这些特征，所以它把这个聚合之后可以看到它有量的地方它只是选择这个中间这个4个特征，而下面这个可能会稍微的不太一样，而且下面这个4号数据集上的结果呢，它比如说这个第一次演码我可能会选择2个特征，然后第2个的话大家都统一的选择了1个，然后第3个也是选择了2个，但是它这个4号就没有，几乎没有选择，可能是它那个就是决策出来的结果不是很重要。然后第五步呢，它决策出来可能是要就是5个特征，然后把它聚合在一起，可以发现它是用到了1半以上的特征吧。像下面这个数据集的用到的特征就远比上面的这个要多一点。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一个 TabNet 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架构图。刚刚就是比如说我所有的特征先经过一个batch norm， 然后输入到一个 feature transform 进行一个处理之后我会，因为这是第0步嘛，第0步的话我不需要一个决策结果，我只需要把这个我选出下一步我需要对哪些特征比较看重，把这个信息传递给 step 1就行。然后这里的话step 1，然后这里接收上一步那个 batch norm 之后的一个 feature 特征，然后进行一个演码，进行一个选择，从这一步开始选择了一个特征，输入到上面一个特征处理，然后进行一个决策，根据选择的特征进行一个决策，然后这里选完之后其实是分为了2部分信息，一部分就是一个决策结果往上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下一步的那个特征选择信息，就是往右下这边走，然后这样一步一步走。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下面其实还有一个粉线，刚刚一直也没说。其实这个粉线部分呢，就是刚刚上一页的那个实验的一个数据流。它根据这个掩码的结果和这个决策的结果，同时进行一个计算出来我这一步选择的这个掩码选择出来的特征重要性到底是多少，它给了一个量化的指标，然后它一步一步加起来就得到这个 feature attributes，这样的话就是它一整个过程。其实可以看出来它这个模型的话还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它主要是就是借助那个树的思想我是先进行一个特征选择，然后再进行一个决策部分。它每一步都会把上一步的一个信息带给下一步，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实现一个像树这样一个一直分叉这样的一个过程。基于树的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步的话就是一个基于 transformer 的一个架构。还有几分钟我们这个讨论。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你往上走到那个你那个 C1 C2那个。他们俩这块 C1 C2。对。你选择 C1 C2。对，这里。这个它到底在干什么？这个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深度学习模块可以去像决策树一样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比如说左边那个 C1 是在干嘛？比如说这里这个的话，其实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样本，它只有两个特征x1和x2，然后你进行一个掩码，比如说掩码是1和0，对吧？掩码1和0，你就相当于选出来第一个特征。第一个特征的话，它其实这里得到结果并不是 x1，只有一个，它应该是 x1后面是个0，这只是选择了第一个特征。那么你把这个经过这个全连接层之后，你会得到一个上面这个箭头旁边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你可以其实把上面这个可以给你们化简一下，把这个提一下的话，应该是C1 x 减去 a， 然后这个 C1 然后下面两个应该都是，它下面应该是负的。然后你要把这个东西经过这个流步，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是刚刚这里得到了内容。这里得到内容，我经过一个流步部分，你会发现，如果假如说 x1 是大于 a 的话 ，x1 大于 a 的，上面的话就会得到一个正数，就还是这个结果。对吧？这里是一个正数，那后边的话它就会得到一个负数，下面其实全是负数的，那么下面这其实还全是零。如果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正数后面全是零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你就可以有这个结果，就是 x1 大于 a 的。如果 x1 是如果这个 x1 是小于 a 的，那么你这边的这个路后面的结果应该是全是零，就会得到4个零。4个零就说明你这个本身的这个特征是没有大于那个阈值的。所以咱们这么说，就是你那个下面横的那个袜子是用来特征选择，然后上面一点这个 FJ 蓝的是用来做阈值选择，对。这样的话就得到了和那个决策树一样，决策树不是我是先选择一个特征，然后我看它的阈值有没有大于这个我看这个特征有没有大于阈值，大于阈值的话我就往这边走，小于阈值的话我就往这边走。所以这个深度神经模块也可以去进行一个这样的模拟，所以它是这样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小朋友们我们就休息。那我就继续讲。接下来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重点，也是 TN 里面最为主流的一种方法，一类方法，就是基于 Transformer 去做的。其实 Transformer 是17年提出的，它主要一开始的问题呢，就是去解决sequence to sequence 这种问题，就是序列到序列这种问题呢，如果解决了可以去干什么？比如说像是语言翻译，从这个汉语到英语，英语到法语这种。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图像的捕捉，或者是从这个图像的这种实时字幕这种东西。另外的话，或者是一个文字总结，比如说你给它一篇文章，然后它能够给你做出一个比较短的一个摘要总结这样的一个东西。右边的话就是它这个 Transformer 的一个架构，这张图大家应该也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它是采用了一个是encoder 和 decoder 的一个架构，就是左边的话它是一个 encoder， 然后右边的话它是一个 decoder， 然后通过这种架构呢，它是可以实现一个 sequence to sequence 这样的一个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大部分的 NLP 或者是之前解决这一类问题的话，它都是用的是这种架构。接下来我们也是从这个 encoder 和 decoder 的架构开始讲，然后后面是讲一下 Transformer 的这个 attention 注意力机制，然后再最后讲一下它这个位置编码。先讲一下它这个 Transformer 里面用到的这个 encoder 和 decoder 的一个架构。比如说它这里呢其实是比如说这里有一句话，有一句英文我们要翻译。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这句话输入到这个 encoder 里面，这个 encoder 呢进行一个或者是抽取特征吧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会输出一个上下文的向量。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上下文的向量呢，它其实是一个固定长度的值，也就是说，无论你输入一个多长的句子，只要不超过它本身设定的一个上限，那么它就会得到一个固定长度的一个向量。然后通过把这个向量输入给后面这个 decoder， 那么它就会 decoder 进行一个解码，然后你这里给出一个开始的标志，然后它就会最后输出一个你这个任务所需要的一个输出结果。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翻译的过程，翻译的任务，那么它就会把这个翻译结果输入出来。decoder 的话就是也是encoder 和 decoder 的话，它们都是token by token 或者是 word by word 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它俩的处理模式应该是一致的。我们现在以这个单向的一个 RNN 为例，就是单向的一个循环神经网络为例。假如左边现在是一个这个循环神经网络 encoder， 然后右边是一个 decoder， 中间呢是它们就是 encoder 传给这个 decoder 的一个向量 C。现在我们还是同样的任务，翻译任务，然后把这句话输入进去，它是一个token 一个 token 输进去的。比如说第一个是输入进去 x1， 然后它在 x1 状态，然后输入给下面，它是这样一个 token 一个 token 往上的。然后它的输出也是这样一个 token 一个 token 往输出的，然后最后串起来就变成了这个句话。像这个单向文里面，它这个数学推导就是数学公式的话就是这样，我接受一个新的 token， 然后和联系上一步的这个
当前状态，然后输出下一步状态，然后我还能在最后我把所有状态的这个信息经过一个非线性变换，然后输出这个 C。然后对于这个decoder来说呢，它的数学公式就是一个概率性的分布，它是接受一个yt.1就是上一步的输出结果，比如说我上一步在第一步我输出了一个这，那么下一步我就要把这个这和这个我当前状态 st 和之前那个 encoder 的输出结果 c， 然后一起传进去，然后得到这个 yt， 也就是说这一步我要输出的那个 token， 比如说是个市啊，只是举个例子，比如说是个市，那么我就是要通过这和这个 c 和当前的这个 s1一同来判定输出这的概率是最大的，然后最后我们就决定输出这个市。这个就是 transformer 里面的一个具体架构，就是在原文里面呢，它是采用了一个6层一个 encoder， 然后它是每一层里面都是有2个子层，就是像这边这个图这部分内容的话，就是一个多头注意力机制，然后上面是一个全连接层，然后当然是这2个子层之间呢都是有一个这个残差连接，然后加一个layer norm 这样的一个东西。decoder 其实也是6层，但是它和 encoder 不一样的是 ，decoder 它有3个子层，每一层里面它有3个子层，3个子层它是多了一个什么层？多了一个中间的一个多头注意力机制层。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decoder 要从 encoder 那里接收一个固定长度的一个 c， 那么它就是这个 c 就是从这个中间这个子层里面进行一个处理。对，它是每一层之间都会有一个这个残差连接和一个 layer norm。当然它这种结构其实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就是这个 encoder 和 decoder 就是编码器和解码器的这样一个架构。比如说我要进行一个长句子的翻译，你比如说人是怎么翻译一个长句子？比如说这里有一段文字，我不可能把这一段文字我全看完之后，对吧？我再去进行一个从第一句开始翻译，这显然是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对吧？我应该是看完第一句，或者是甚至看完半句，我就要把前半句填出来，对吧？这是对于这个encoder一个，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信息都保留在我脑海里，就是保留在一个固定的向量里，这是比较困难的。对于解码器来说呢，我可能比如说我要翻译一个句子，比如说有个上下文需要翻译，比如说有个它 it 代指它，我要去想这个它到底是什么，我可能只需要上一个句子里面的某些部分，而我不需要就是整个段落整个任务输给我的这些 token， 我不需要这么多，我只需要一部分。那么这个就是 decoder 里面的一些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后面我们所要讲的，就是所采用的这个注意力机制。注意力机制其实是在应该是14年就提出来了。提出来当时它没有采用现在的这个 transformer 里面的注意力机制，它是采用自己的一个加性注意力机制。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较长的序列的话，它隐藏状态可能会导致这个解码器无法解码之前的一个信息，就是我看不到之前的信息，导致一个长序列的我把前面的忘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是一个简单的一个example吧，就是注意力机制，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词，我要看我需要注意哪些词，需要注意哪些 token。我会有一个 query， 就是有一个请求，那么我这个请求会对应，比如说我这个句子里面一共就5个词，5个词就会每个词都有一个 key， 包括它自己。那么我这个 query 就会和这个5个 key 进行一个查询，当然这里用的是一个 A， 是一个注意力评分的评分的一个函数。其实我们说的注意力不同的话，基本上都是处在这个评分函数的不同。
我们拿到分数之后，再经过就是我们每一个 query 对不同的 k 得到一个分数，然后再经过一个 softmax，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就是这个不同的 k 对于这个 query 的一个重要程度，就是它的一个权重。这个权重呢，我乘以这个对应的这个 k value 对应的这个 value 的值，然后把它们所有再加起来，就是一个输出结果。其实简而言之呢，其实注意力机制就是一个查询，然后查询一系列的这个 k value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查询的结果通过我不同的注意力进行一个加权和，就得到了最后的一个数值。为什么这个注意力机制比较有用呢？是因为它能够，比如说它比较能够自由的去选择和我这个 token 本身相关的，或者是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些部分。就刚刚也看到，因为它会对不同的值的这个 k 进行一个查询，那么它这个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可以自由的去选择。然后第二点呢，它还能捕获一个就是比较长句子的一个依赖吧。比如说我在最后一个词我能够看到第一个词，它如果对我很重要的话，这样它也是能够办到的，因为它对整个句子都进行一个查询。第三点呢，它是提高了一定的可解释性，因为它在刚刚的那个例子里也可以看出来，它解释性会比较好，大家也比较好理解。那么这个注意力机制是怎么工作的呢？就是它不再依赖于它最后的那个输出结果。就在刚刚那个例子里可以看到，它其实无论是第一个 query 或者是最后一个 query， 它都是对整个句子的 token 进行一个查询的。这里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开始最以前的结果，假如我们没有应用这个注意力机制，那么它的结果应该是，比如说这里是还是同样的任务啊，这里输入进去之后，我们最后输出一个 c， 然后把这个 c 传给这个 s1， 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用了注意力机制的话，我们就会变成，我们会把每一个的这个状态进行一个注意力的叠加，然后选择，比如说我可能在 H2 或者是 H3 那里比较重要，我可能把它的权重提高一点。这样的话，比如说我第一个词就可能对第二、第三个词注意力更大一点，这样的话会这个结果可能会更好一点。这个的话，这个公式是我们刚刚说的，如果没有用注意力机制，那么它的这个 decoder 也就是说解码器的它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概率分布。那么如果我们采用了注意力机制的话，它这里的 c 这个上下文的向量就不再是所有 encoder 最后的结果，而是它当前的这个状态，或者是当前的这个 token， 我要翻译的这个 token。对之前一整个句子 token 的一个注意力结果。C 呢就表示一个把这些状态根据自己的权重进行一个聚合的一个上下文向量。这个公式就是一个简单的加权和，我这个说首先是注意力机制，其实现在应该是有可以分为两种吧，一种就是加性就是最开始14年提出来的那个最简单的，它这里呢是用就是这是一个啊，就是一个 q 一个 k， 就是都是小的，就是 k 乘1这样子。然后它是把 q 和 k 变到相同的一个空间里，就变成了一个h 乘1的一个向量，然后把它加起来经过一个这个非线性函数，这里也可以换成 relu， 这个是看你自己选择。最后再进行一个变换，然后得到了就是我这个 q 对于这个 k 查询得到的注意力分数，这就是它的一个结果。这个好处呢，就是我 q、k、v 的维度可以完全不一样，我3个想是多少是多少，它的维度完全没有必要是一致的。
而且它其实这个过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就是经过了一个多层感激。这个你看第一步的这个过程其实相当于把 Q 和 K 拼到一起经过一个 MLP 对吧？然后 MLP 然后输出经过一个激活函数，然后再经过一个 MLP， 这是它的一个简单理解的方法。之后呢就是一个点击注意力。点击注意力其实最开始应该是没有那个下面那个根号放缩因子的，它就是简单的一个 Q 的等于乘以 K。这个公式其实可以看出来，它的 Q 和 K 的维度必须是一样的，因为它要进行一个点击类积。然后其实这个下面内积的这个点击的这个注意力机制，它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是完全可以用矩阵的乘法去进行一个优化，而且上面的乘法显然是要多的，因为它一次两次，还有一次非线性的一个操作，而下面只需要一个转置乘起来就行。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在这个 transformer 里面所用到的这个注意力机制，就是有放缩因子的这个点击注意力。它这里给的形式都是以矩阵的形式给出的，也就是说它是以一整个句子或者是一整个分段给出的一个形式。Q 它是一个矩阵，然后 Q 和 K 乘下来，上面有公式对。它的一个公式就是 Q 乘以 K 的转置，然后下面除一个放缩因子。这个放缩因子呢，就是 Q 和 K 维度的开根号，然后经过一个 softmax， 最后再乘上 V， 就得到了它的一个结果。它在原文里说为什么要加上这个放缩因子呢？不加放缩因子会怎么样呢？不加放缩因子，它会导致这个点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就会导致它的这个梯度，就是 softmax 这个最后的梯度，那个函数是这个 softmax 函数不是这样的，这儿一嘛，然后如果它不加那个放缩因子的话，它会导致整个那个点击的结果会往后面，就是越来越大，它会往这个无穷这里逼近，那么它的这个梯度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导致它这个后面无法训练的这个梯度消失了，所以它乘上了这个必须得除上这个放缩因子。在之后呢，他介绍了一个多头注意力机制。多头注意力机制呢，就是我们刚刚输的也是个 QKV， 但是它现在可以通过映射把这个 QKV 投影到不同的一个空间，然后在不同的空间进行一个注意力机制，最后把它的结果这个链接起来，然后再通过一个线性层，然后再经过一个输出，这就是它多头注意力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直觉的话，就是说，我可以从我每个头负责的关注的角度不一样，就是我多个头可以关注这些 token 不同角度的一个关系。这里其实给了一个例子，他们是在就是encoder的第6层，第5层，6层的里面第5层给了2个不同头的一个关注结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结果和这个红色的结果完全是不同的。比如说绿色的这个 missing， 它更多关注是上面它自己本身这句话的内容，而下面呢，它可能只关注后半句。这个红色的内容，它只关注了它自己进的3个东西，而绿色的它是关注了，基本上是关注了一整个句子吧，就是它所在的那个句半句，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这个我自己个人感觉可能也有点像是一个集成的方法，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对这个2个句子之间实行一个对立机制。
所以它的结果应该是会更好一点的。之后呢就是一个位置编码，就是在就是在输入这里需要一个位置编码。为什么需要这个位置编码呢？其实我们知道，它这个 transformer 一开始是为了去做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 的任务。那么在这个任务里面，我需要知道每一个 token 所在的位置，就是说我能知道这个 token 它在的位置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第三个这样子。但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encoder 和 decoder 的架构，然后另外一个是注意力机制的，这两个其实都没有说我这个要怎么处理这个序列的问题，就是先后的一个问题。它 transformer 处理的话，就是在最开始用这个位置编码去进行一个处理。它把最开始的embedding加上它这个位置编码，它就能够让机器知道我这个 token 或者是这个词我所在的位置是第几个。OK，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位置编码。它这里的编码呢，它是主要用的是这个三角位置编码。三角位置编码就是这个公式就是这样的，它主要是不断的改变它自己的一个波长，然后改变频率，改变波长，然后得到不同的值。它这个维度是从它这个 i 表示的是维度，就是比如说我要那个编码一个512位的，那么它这个 i 就应该是从0到255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前面这个 QoS 的话就是 position， 它那个简写，就是说它所在的位置。比如说它是你要编码第一个单词第二位的值是多少，那么你就是 PE， 然后括号这里是2，然后括号4这样，然后用的是一个正弦函数。然后这个编码的一个就是它从这个编码的公式里可以看出来，你这个维度增加，也就是说 i 增加的时候，它这个频率是从1到1/1开始逐渐缩减的，慢慢减小。然后呢，它的波长也应该是逐渐增大的。这个正余弦的编码方式呢，其实表示的是一个绝对的位置编码，就是说你根据这个位置可以你根据它那个编码结果可以找到我这个在整个句子里是在哪个位置，而且它还能通过把两个位置编码进行相乘，从而能够得到它俩的一个相对位置。这里给了一个性质吧，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固定的偏离 k， 就是我两个位置相差 k 个位置，那么它就可以这个 PE 就是加 k 加 k 这个加 k 的位置可以被表示成前面那个的一个线性函数。这个的话其实也很好推，它是通过一个就是高中学的角和差公式可以推出来。看我们可以翻到这个。可以给大家在这里推一下它这个。我们可以先算这个，就是偶数位置上的这个编码。这个 WI 就是下面这个，就是这个10000的这个指数形式啊，我这里就不写了。
因为它其实相对位置也是要算，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编码的第一个位置和最后一个就是第二个编码的第一个位置，就是我都是同位置的去对比，而不是岔开的。然后把这个展开。然后把这个展开就可以得到乘上在这样的话，把它展开之后，我们可以统一把基数位置上的展开。它应该是叫cosine然后这个呢就等于然后这个等于这个10000分之200比上这个 d， 这是我们然后我们计算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这部分cosine和这个 sin 其实都是常数。都是常数的话，其实把上面两个写成一个矩阵的形式，就是这个形式。我们可以把它提出来提一下。上面这边没画完，这个下面这个基数的形式的话，前面这个其实就是 P 的一个QoS 在 QoS 2i 加1的一个位置，这个其实就等于 P 然后这边是减去一个 对，它就可以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也就是说，其实无论是它的基数就是基数位置还是它的偶数位置，它都和这个 PE 在原本的位置上，它是一个常数的一个线性组合。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给它画一下，
就先放上面那个矩阵的形式。上面那个偶数位置我没有写出来，它其实是一样的，它就可以写成上面是偶数位置，偶数位置的话就是 cosine 一个 i k， 这边应该是这边应该是一个 P 在 PUS 位置上偶数和奇数位置上也是线性组合。然后我们把下面这个奇数位置上也放到这个矩阵里面，它就是是负赛。这边是个 cosine，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上面这个公式就放下来了。放下完了，结论就是，如果我已知了在 POS 这个位置上的一个编码，那么我可以用这个编码可以去线性表达我想要推出和我这个 POS 位置距离 k 个位置的一个编码。也就是说，我任意一个编码，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编码的线性组合去表示。也就是说，它这个编码已经蕴含了一些相对位置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其实还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它这两个编码之间的一个相对距离一个衡量方式，就是通过点击的方式。点击的方式就是把每一个维度的值乘起来，最后再加起来就行。这个公式我就不推了，其实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就是累加起来。也就是说，我任意两个相差 k 个位置的位置编码，那么它的点击都是一个常数，而且这个常数只和你一开始选择的那个b model 有关，而且和那个你这两个位置之间相差的这个距离的大小有关。之后呢，这里给了一个 example， 就是说我两个位置之间相差到底相差多少，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这里其实是有横条的，这种横条斜着的横条，其实就表示我这个位置上，其实你可以看到横坐标和纵坐标的差值是一定的。比如说这个对角线最好看的、最亮的，它这个差值就表示，比如说相差0，那么它的这个内积就是最大的。这里还给了一个就是不同那个 b model 不同的选择会有怎样的结果。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这个 b model 选择的越大的话，那你这个编码的不相似性就越大。下面是512，上面是256。其实看出来，其实你把下面这个值压扁和上面如果维度就是宽度大小一致的话，其实它们长一样，只是它那个坐标的不太一致。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transformer为什么能用在这个表格数据上。我们都知道那个表格 TN 的话，它最初的目的就是去挖掘在表格数据里面列和列之间的一个相关性。那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刚刚我们做的任务是一个序列的任务，也就是说看这个 token 和不同 token 之间的一个注意力程度。那么在表格里面，我们同样也可以把列拆出来，
把一个列看成一个 token， 这样的一个类比形式。然后我们同样也可以去算这个列和这个列之间的一个注意力。比如说这个注意力我们在DNA 里面其实叫做一个关联的一个程度，就是关联程度。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同时算多个关联程度，也就可以得到比如说这个中间这个蓝色的列对于其他的几个列的一个关联，就是关联紧密的一个程度。之后呢，就是 Transformer 在表格数据上比较核心的一个思路，就是我要先计算列和列之间的一个这个 attention， 就是注意力。然后注意力的话，我们往往会直接把它当成不同列之间的一个权重，就是当成列和列之间相关性的一个权重。就大概是这样子，我简单写一下。X 的话就是一个输入的一个 embedding， 输入的 embedding， 然后 embedding 经过一个投影之后，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用attention去计算，然后得到了一个相关性。因为这个得到的相关性其实是和列数相关的，列数乘列数的一个矩阵。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方法，就是这个 Fisher 这个 FT Transformer， 它里面比较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它引入了一个 Fisher Tokenizer 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它的一个结构图，可以看到它最原始的数据，某一个数据 x， 然后输入的这个Fisher Tokenizer 里面，它能变成一个向量矩阵嘛，应该是变成一个矩阵，因为 x 是一个向量，那么 t 就是一个矩阵。它的这个矩阵第一行前面加了一个 CLS token， 然后它这个是用为了方便后面去做任务，它把得到的这个矩阵呢输入到这个 transformer 里面，然后就直接输出，然后取第一个 CLS 的位置那一个向量作为这一列的一个预设结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isher Tokenizer。这是它的一个图。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两种特征，一种是数值特征，就是一个连续特征，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一个分类特征。那么它数值特征就是用的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直接乘以一个线性层，就过一个线性层乘以的 WS 加 D。然后对于它那个分类特征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查表的一个 preincoder。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第一行的一个这个向量表示。假如第一行它是有 k 个，就是它一共有 k 列嘛，那么第一行它也有 k 个元素，那么这 k 个元素每一个元素都变成一个 d 维的向量，那么它就能变成一个 k 乘 d 的一个矩阵，就这样得到一个 t。然后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一个example， 上面是这个一行，然后它会经过一个Fisher Tokenizer， 然后变成比如说1可以变成一个向量，然后 Tom 可以变成一个向量，然后每个都可以变成一个向量，然后最后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 k 乘以 d_e 的一个矩阵。有不同的颜色，我在这里表示的是不同的列和。然后之后呢，它会经过一个投影，之后投影会变成3个矩阵，每个一行都有这个3个矩阵。这样的话就得到一个Q K V， 然后之后呢就是通过比如说我们要算第一个，比如说这个第一个特征对其他特征的一个关注程度或者是相关程度，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变成，然后再放到这个注意力矩阵里，注意力得分矩阵里。这个第一行呢就表示我这个第一个特征对于其他列的一个关注相关程度。然后把这个补全，然后得到这个注意力评分之后，我们要经过一个 softmax， 然后再得到一个注意力权重。之后这个注意力权重再和这个刚刚得到那个 value 矩阵进行一个按权的相加，每一行，比如说第一行
第一行我们后面三个不太关注，那可能它最后得到的结果也和它第一个本身可能也比较像。因为我们刚刚看这个结构的话，它前面是加了一个 CLS 的，所以它这个也可以加一个 CLS， 所以它这个曲度就不在，原来是K6， 然后它加了一列，加了一列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 K 加1列，所以它这里的就一矩阵也会变成 K 加1乘 K 加1的一个矩阵。然后这里是一个，因为我不可能只是训练一个样本，所以我应该是多个样本进行一个 batch 操作。这里我的例子是，比如说有3个，的话，相当于我之前不是每一行的每一个会变成一个向量嘛。那么既然我这一列有3行，那么我就会变成一个矩阵，也就是说每一个都是一个矩阵，每一列都是一个矩阵。然后同样的进行一个映射之后相乘，这个后面和那个单表都差不多了。当然我这个例子里面其实没有给出那个 CLS 那种，我只是简单的把最基础的那个放出来。其实如果有 CLS 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紫色的形态可能再加一个。我们这里看，其实这里是FD transformer 的话，相当于只是利用一个 feature propagator 这样一个东西，把原来的特征转换成了一个向量，然后之后就是简单的通过这个 transformer， 它在这个架构上有一个什么太大的创新。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基于 transformer 的一个方法，比如说AutoLink， 还有一些 transformer 或者 CLformer 这些，大家可以下来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最后的一类大的方法呢，就是这个基于正则化的一个方法。正则化其实大家也平时如果做深度学习，大家也都了解过，比如说 dropout 或者是 LD 这种正则化这种方式。它的核心的想法就是我要把给这个模型一些限制，以防止它这个模型容易过拟合。我要把它一些限制能够让这个模型更好的去学习一些更全面的去学习，应该说是，而不要让它只依赖于某几个特征。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方法呢是这个这里放的是一个例版，是23年的一个方法。它这个是主要是想法就是，比如说我这里有个神经元，我要计算这个神经元对于输入特征的一个，就是这个特征对于我这个神经元的一个更新情况的一个权重。就是我要让我的更新的时候，我不能让所有的这个，我要尽可能的把所有的特征都利用起来，而不是我每次更新我都只依靠1、2、3这3个特征，我要尽可能让1、2、3、4、5、6、7、8、9、10都对我这个更新有作用。那么怎么做呢？我就要限制它原来的一些，就要限制它1、2、3这几个权重，这几个特征对于我的一个影响。它的主要方面呢，主要是有2个，一个就是这个特征化，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正交化。这个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让它这个每一个更新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 HI 对这个 XI 求颠倒，就得到了它这个XI 对于这个神经元的一个贡献程度，然后我要让这个贡献程度尽可能的少，也就是说每一个神经元所依赖的那个特征要少，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一个神经元，我最好不要怎么说？我最好要只依靠1和2这2个，这样的话我依靠1和2，你依靠2和3，这样的话我们依靠的这个特征就多了。这是它第一个方面的一个正则化。第二个的方面的话，它是做了一个
就是正交的一个损失，就是说让这个红色的和这个绿色的去做一个相似性的一个乘积，得到它俩的一个相似性。我们要把这个相似性作为一种乘法项去加到最后的损失函数里面。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一项就会让，比如说你和我神经元1和神经元2依赖的这个特征就不一样，就尽可能的不一样，不重叠。这样的话，我在整个模型里面，我可能有10个神经元，我可能能够完全覆盖这个20个特征这样子。然后它最后的一个损失正则化的一个损失函数，就是一个加了一个自适应的λ1和λ2的一个过程。OK， 今天的这个 Q&A 呢就这么多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吗？这个我们是第3节课就继续上。你说这个正则的这个方法。比如说，那它的核心其实是构建一个，就是给损失函数那个增加乘法项，然后让就是神经元能够利用更多的不同的特征，而不只依靠，比如说我本来某一列特征它作用比较大嘛，可能我所有的神经元都依靠那个特征了，所以神经元所有的更新都和那个相关了。但是我要让有点会，是的。说白了有点像那个人格树，它是零一的，对，是吧？我没有选这个，然后进行分叉，它这个的话有可能是给它加了像权重一类。它会限制它那个选择的一个，它是在损失函数那部分，就是损失函数这部分加一些乘法线，然后让你这个网络的神经元，就是某一个神经元，比如说我这个 A 值只选择1和2，然后第二个神经元可能选择3和4这样。它通过2部分去限制这个。我觉得加正则项深度学习是一个挺常见的方法，但是你说它用在表格上，它是做了什么特殊的操作吗？它没有，它是对这个就是比如说 A 神经元它这个更新的结果，它会对每一个特征进行求导。不是，就是说它这个方法，它用在别的数据集上，比如说图像，或者说这种数据集上能做吗？或者是你给我一些向量是吧？然后让我能做吗？现在看来是，那就是说它用表格这个数据，它是怎么着了？用在表格上好解释，用在图上面。不是，它是要对输入还是说它对模型进行修改？模型不动，它只是在最后的损失那加的东西。损失那加的东西。损失那是哪个地方？就是这个正则项，是加了一个这个 x。就是你之前这个东西。它的贡献就是那2个λ1、λ2的乘法项。对。第一个呢是析出是吧？对。第二个呢是正交。通过这2个方式就可以限制。那比如说别的数据啊，假设你给我很多个向量，是吧？很多个比如100维的向量，那我要进行分类，我其实也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些这样，这是某个维度啊。但是因为我们神经元，它要尽可能去把所有的都盖住，就覆盖住，全面一点，就哪怕它的贡献小，但是也应该考虑到，而不是比如说我们所有的神经元都考虑一个。我是在想，那它用在表格上，或者说就现在这个公式啊，一点不变，我给你一个图片，或者说甚至说我给你一个100维的，n 个100维的向量进行分类，能做吗？能做，就是那个就是关注的是像素嘛。或者说就是n 个100维的那个向量。能。也能做。能。